巴塞羅那還有什麼好玩的？來過好幾次，看過高迪，下過海，所以這次我換了種方式待在巴塞，非常非常安全。首先提個問題，什麼是巴塞的特點？巴塞的特點就是這種小廣場，然後邊上有個小餐廳，這個街道就特別巴塞。但特別巴塞的也可能是這樣的書店。書店裡不但有書，還有一個可以喝咖啡的庭院。真的是一棵橘子樹。特別巴塞的還可能是耍宝的老闆。特別巴塞的更有可能是這个。在路上看到一个旅游车，我强烈懷疑，還真是農用3分子。搭乘這台農用載具的價格是1小時79歐元起，每台最多坐4人，所以大約是每個人720多台幣。遠處是巴塞又一著名建築——聖保羅現代主義建築群。因為西語的名字實在太長，巴塞人就簡稱它桑巴。他的建築師叫Luis Domenici Montanelli， 比安東尼·高迪大2歲，卻是高迪的老師之一。請記住這個建築的樣子，當你回頭再看高迪的建築，你就會發現這個多米內克是多麼的理性和有條理。建築很好看，所以還是和往常一樣，找個正對建築的位置，坐下來喝杯咖啡。但當地人好像並不在意看不看得到建築，於是他們和建築一起都成了我眼裡的風景。在大街上聽到了西語版的《Bella Ciao》，這首2戰意大利游擊隊的歌曲，感覺快成了歐洲街頭藝人的必備曲目。餐廳裡一般能吃不到最好的，但是走累了就坐下來吃，橡果伊比利亞火腿、油煎小青椒和油炸魷魚，我都敢閉着眼睛點下去。唯獨西班牙經典海鮮飯完全要靠運氣。但如果你走進一家掛滿了火腿的小館子，夥計還敢拍着胸脯保證這是巴塞最好吃的海鮮飯，那大概率值得冒險試一試。Good. Yes or no? Yes, it's good. Yes, yes. Nice. Yeah. 這個味道值得我把盤子徹底刮乾淨。據說底下那層鍋巴才是海鮮飯的精髓。本地餐廳就一定要有這種腿掛着，才是你可以來吃一吃的。腿都沒有，所以腿在哪裡都很重要。哇，看到大海心情就愉悅，就是這樣。哇，海鷗！來多少次海灘都是不嫌多的。好逗的人。天氣其實挺冷的，風吹得很冷，但是下水的人還是有很多，不怕。巴塞貓王，這個貓王本名叫 Timon Belazian， 是一位斯拉夫語系的歌手，嗓音渾厚。但是我要給 Timon 提點意見，沒有飛機頭的貓王可不是好貓王啊。海灘的廣播突然響起，
這個是巴塞羅那沙灘下班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下班的时候，因为公共服務結束了，就是海岸救援隊下班了，然後後面的安全的問題就得大家自己負責。哦，不能離它太近，會飛走。貓王唱着 Can't Help Falling in Love， 海鷗飛向遠方。人們在歌聲中緩緩離去，海風吹來，我聞到了一絲留戀的味道。啊，美好的一天又過去了。看前面就是下班回家的海灘救生員，一個奇怪的裝置，對，應該算是個裝置，4個摞在一起的小房子。也是一個打卡點，所以好多人在這拍照。哦，92年就有了，上面有寫着1992，上面有一隻海鷗，這個頂上應該經常會有海鷗在那裡停着。這是一個可以坐下來休息、靠一靠、吹一吹海風的地方。這是一個公共藝術最大的意義，你在海邊，像這樣的材質就是自然，生鏽然後腐蝕的，時間和這些人一起變成了這件作品的一個部分。沙灘是展現才華的地方。看，街道也是展現才華的地方。世界50大雞尾酒吧的第3名，某一年的冠軍，22年還是23年都忘了。排隊的人群啊！這個酒吧從外面看空間很小，但是裡面卻很寬敞。到底是從哪裡進去的呢？看看這個酒單，哦，好漂亮！它是紙，但是它做了一個背景燈的效果，所以看上去的話，好鮮。巴哈迪手的每一期菜單都有一個宏大的敘事主題，宇宙之名啊！這個酒單應該是宇宙之名。酒單創造世界觀，酒創造口感。你聞不出來什麼味道。而侍者創造視覺享受。Drink like this. So cool. It's spring. Yeah, now it's spring. Oh. 看到了吧？是從這裡進去的，從外面看就是一個冰櫃的門。Sorry. 世界50個最佳的雞尾酒吧排名第4，2025年。Yes。這座城市遍布南美各國美食，這次我選了一個有點小眾的國家——委內瑞拉。天使瀑布玉米餅，天使瀑布阿雷帕餅，裡面是牛肉、炸豬肉，牛油果，這是炸豬肉，
可以这样吃。感觉吃了一个委内瑞拉挂包。这是一条特别创意的小巷，因为这里有共享办公室的空间，有一些小店卖衣服的，是一些小品牌或者说设计师品牌的店。好，很多人像我这样忽然停下来拍照。然后我要找的是一个咖啡馆，好像就在这个小巷里。这个咖啡馆的名字叫做 Nome 的咖啡，因为我的 YouTube 频道就叫 YouTube Nome， 是 Utopia 和 Nome 的两个词结合的那么小的店面。Nome 的卖世界各大产区的咖啡豆，有人专门来买豆子，价格也很实惠，手冲5歐、6歐一杯。Hola, iced El Salvador, Magamala, iced. Hot is like this, right?有梅子和蜂蜜的风味。正当我喝着咖啡，两位姑娘走进来，买了一杯冰美式，打开社交軟件，拍照打卡，然後帶着沒喝完的咖啡離開了。這個時候我知道我也該走了，我只想在雨天找個安靜的地方看會兒書。一個非常 local 的本地的安靜的遊客不太會駐足的小巷子，然後我就看到了這一家 Café Vida。我就知道我找到了一家可以在下雨天坐下來看會兒書的咖啡館。Hola。今天在巴塞羅那逛了一天，在無數的街邊和店裡都聽到70、80年代最經典的搖滾歌曲，搖滾最熱鬧的時候的搖滾歌曲。然後這位小哥哥在唱的也是，剛才唱的 Beatles， 現在唱的是哈利路亞。在獨立唱片節的大廳裡也看到有人 cosplay John Lennon。這個城市還有夢想，有一種搖滾年代的美好的夢想。跟着人群從地鐵口出來，哎，他們在拍什麼呢？哈，聖家堂。看它的正面。如果你實在無聊，可以再去看一看聖家堂。作為一座100年爛尾樓，每一次到巴塞，
聖家堂都會成為新的景點，因為它跟你上次來的時候不同，它又蓋好了一點點。這個聖家堂因為修的時間長，你就可以看到很明顯的时間的痕迹。看它這邊，对，就是舊的，因為這顏色很深，因為經過時間風吹雨打。然後在這個地方有一個很明顯的分界線，下面是舊的，上面就比較新。這個是後來蓋的，然後再看頂上這兩個塔，這個和這個，從時間線上來講，就是應該是最新的，所以看上去就特別新。這個建築材料還是有反光的，时間就這麼寫在一座教堂上。看這些繁複的外立面裝飾，還得再要8年10年才能完全竣工。教堂內部所有的細節都來自高迪的奇思妙想，有叢林，有野獸。請抬起頭，仰望這些神聖的元素和魔幻的光影吧。千萬別低頭，不然你只会看到非常多的。地下一层的博物馆有點意思，還可以隔着玻璃看工作室的场景。原来施工部門需要先用3D 打印出部件，才能決定怎麼建造。高迪的建築不靠圖紙，要通過模型實驗來推導結構，怪不得蓋得慢了。看看加泰羅尼亞傳統小餐館，吃一點什麼？這是油炸朝鮮雞。哇，這個好肥啊！豬頸肉。怪不得要配面包。特別驚豔是不可能的，它就是一個街邊社區的加泰羅尼亞小館子，就大概能吃到當地人平時吃的一些東西。這是我在巴塞羅那吃的最後一頓晚餐。等一下，還沒完。在離開之前，我去了一個隱秘的制高點，這裡完全不像景點。穿過一片民宅，一路往上爬，過一座橋，能看到一點巴塞了，但是還沒有到。應該往哪裡走呢？對，就在那邊。啊，巴塞羅那。哦，上面還有一個平台可以這麼躺着。這是巴塞羅那的一個制高點，在城市的北面，貴爾公園的另外一側。就是我現在站的這個地方，是一個 bunker， 所以非常非常安全。可以看到海，可以看到聖家堂。巴塞羅那其實是一個風水寶地來的，發現這個地方的人應該很開心，因為可以做海上貿易，還是一個天然的深水港。在巴塞這個港口，地中海的郵輪過來是可以直接停進那邊那個港口，然後那個小山包呢，建碉堡跟炮台的地方，所以防禦也沒有任何問題。然後這麼大一個平原，其他的地就可以拿來做耕田。然後氣候又好，風景又好，日照又夠，是一個特別幸福的地方。坐在這裡曬曬太陽，看看海，吹吹海風，看看聖家堂，看看一個快蓋好了的聖家堂。